俄美深入合作拆分乌克兰，在俄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毫无可信性。那可是毛子有大量的肥沃的温暖的地处欧洲的土地可以去占领的时候，圣母玛利亚来了都难不住啊。一个金毛就算能拦住大地对继承彼得一世的荣光的野望，也拦不住斯拉夫汉子们对土地的执着。而司机现在原则上同意的也仅仅是28条和平协议里删减了最关键内容的一个19条协议的版本，对于乌克兰领土划分乌克兰加入北约等核心内容均不涉及的版本，要留待两国总统直接谈判，这部分不就是一直谈不了的内容吗？还是那个问题，我能打下来的土地，我为什么要谈判？谈判只能谈打不下来的那部分的利益呀。而川普这边呢，说做出了让步，在开始要求司机要感恩节之前就接受28点和平协议的这个期限呢，表示也可以宽限。于是呢，迎学叙事下，俄乌停火就变成了美方起草的28点新计划已经微调了，目前仅剩少数分歧点，美方的和平努力取得巨大进展，但是还有一些棘手但并非无法克服的细节问题需要解决。这需要乌克兰和俄罗斯以及美国之间的进一步谈判，且美乌两国代表已经就日前在日内瓦讨论的和平方案核心条款达成了共识。乌方期待泽连斯基能在月内尽早访美，与特朗普达成协议。说白了，还是在游说特朗普嘛。实际上就是核心问题依然没有任何解决的端倪。民主党为代表的全球利益派正在逐步掌握跟川普博弈的一个不二法门，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好像泽连斯基照单全收，其实驴唇不对马嘴。根据俄新社11月25日的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并不急于与美国就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其实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而至于说民主党才刚刚让自己培植的独苗在东亚作妖，欧洲的盟友就受到了来自本国大统领的痛击，这几天的嚣张气焰明显矮下去3分。以民主党和其爪牙欧洲政客们的这个奏性地缘越混乱，他们越有浑水摸鱼的机会，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俄乌停火的，断掉自己的财路又让川普领了功劳，这种事他们是不会干的。就像高市早苗必须要一条路走到黑一样，全球利益派目前在美元潮汐彻底失效的情况下，是会为了资本的利益不断铤而走险的。尹锡悦就是最生动的写照，为了服务于主子的利益，甚至不惜引爆半岛局势，将国家卷入战争。搞事独苗也好，泽连斯基也罢，其实都是一样的路数，一样的逻辑，一样的命运。全球利益派不会允许独苗改口，只会推着他不断的出格越界，也不会允许泽连斯基接受投降，只会让乌克兰战至最后一人。只有这样，吃到嘴里的利益才不用吐出来，才能趁乱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现在中美俄三国实际上都已经站在了全球利益派的对立面上，尤其是目前支持率还处于劣势的川普，虽然民主党的部分操作对美国是有利的，但是川普优先高于美国优先的语境下，大统领才是打击民主党最积极的急先锋。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说俄乌停火目前还没有任何基础可言，无非就是给大统领的赢学增加点近期可以鼓吹的素材，破局点反而很可能是在亚太。随着搞事独苗的言行进一步出格，从这次 G20 峰会上面各方领导人对其敬而远之的态度来看，他的政治生命应该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各家领导人的智库分析只会比我更全面，苗子的前途渺茫，自然各家的领导也懒得虚与委蛇。而川普给独苗打去电话，独苗却只字不提涉及到台海时候的美方的态度，就很说明川普的立场是直接的，没有任何解读空间的对他的敲打。无论独苗是多么忠诚于民主党，但是现在主政的是川普大统领，独苗不完成马前卒的使命不行，完成的太尽力又会失去最大的靠山，实际上就是里外不是人，虽然他本来也不太像而随着他想效仿大统领的民粹之路，增加自己的基本盘的操作，会触及到麻生派等日本本土建制派的利益，他的任期基本上很快就会终结。而如果民主党再次失去一条伥轨，这头恶虎期望的引爆某区域的资产，让降息之后的美元可以去夺舍他国核心资产的这个算盘就落空了。届时美联储换了主席，面对恶化的经济形势就不得不降息，甚至川普基于27年大选的部署，很有可能会提前引爆美股击鼓传雷的这个风险，然后逼迫联储马上降息 QE， 自己上演救民于水火的戏码。美元的霸权地位开始崩溃的时候，俄乌才会真正的彻底打不下去，因为民主党真正维护的利益就是美元霸权上生长出的一个个的资本集团的利益，没有了霸权的系统，这套为虎作伥的利益循环才可能最终被遏制。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